公司高层会议上，我爸当众宣布任命，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即日起由陈宇接任集团总经理职务，全面负责公司核心业务。我坐在总监席上，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爸，你在开玩笑吧？3年前我毕业回国，想进自家公司带团队，是我爸一票否决，让我从实习生干起。你是我亲儿子，空降当领导，那些老员工该怎么想？等你做出业绩，脚踏实地的往上升，到时候我脸上也有光。我信了。从端茶递水做到熬夜啃项目，3年，我带着濒临倒闭的华东分部扭亏为盈，上个月刚拿下年度业绩冠军，结果现在他却直接让干儿子陈宇空降做总经理。我爸挪开视线，沉声道：“小莫，你野心太大，做事激进，还需要再磨练几年。小雨单纯，不会跟你争。为了大局，总经理就让他先做吧。”我看着陈宇满脸的理所当然，心彻底凉了。他连表格都看不明白，这就是你说的大局？董事长，你还真有意思，对亲生儿子往泥里踩，对干儿子倒是宠得能把天花板捅穿。对上我爸青紫的脸色，我直接把工牌摘下来甩在桌上。那从今天起，我不当你们的大局，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亲儿子。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背后传来陈宇故作担忧的声音：“干爹，莫哥是不是生气了？要不还是让他做总经理吧，我没关系的。”胡说什么？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惯的他臭毛病，就他那性子，再不磨磨，将来要出大事。他越想越气，胸膛剧烈起伏，怒吼道：“林默，你给老子滚回来！”我停住脚，听着身后的窃窃私语。林总监这3年给公司赚了多少钱啊？华东分部以前年年亏损，现在倒成了利润最高的部门。嘘，小声点，没看见张副总表情吗？董事长这心偏呢。但这可林总监是亲儿子。亲儿子怎么了？陈宇都会来事儿，天天干爸干妈叫的亲热，上周还陪董事长打高尔夫呢。林总监这3年除了工作还干过啥？我听着这些议论，手指慢慢收紧。对啊，我这3年除了工作还干过什么？我爸生日我在外地谈项目，是陈宇陪他过的。我妈住院我做竞标方案，是陈宇天天去医院送汤。公司年会我因为赶工没参加，是陈宇在台上给我爸妈献歌，感动的我妈当场落泪。原来从那个时候起，就注定了今天。莫哥，你别生气，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但我会学的。你要是实在看不惯我，我真的可以不做这个总经理的。他说着眼眶竟然红了，我爸立刻心疼了。一把将陈宇拉到身后，指着我骂道：“你看看小雨多懂事，再看看你，整天就知道争权夺利，一点亲情都不顾。”我笑了，笑得心脏一阵阵发疼。我争权夺利？爸，华东分部3年亏损，我接手后第1年就扭亏为盈，第2年利润翻番，第3年成为公司支柱，结果只换来你嘴里一句争权夺利。陈宇去年弄丢招超面瘫，最后还是我通宵给他擦的屁股。陈宇的脸色白了白，拽着我爸的袖子：“干爹，莫哥说的对，我确实没做好那个项目，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道什么歉？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小雨才25岁，你要给他成长的空间。我看着他只觉得失望，一字一句道：“我25岁的时候，你让我一个人去美国开拓市场，说不成功就别回来，怎么到他这儿就变成要给他成长空间了？”会议室里静得可怕，几个元老级别的董事交换着眼神，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林总监，董事长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考虑。陈宇虽然经验不足，但他为人谦和，能团结团队，这也很重要嘛。就是，林总监能力是强，但有时候太独断专行了，下面人都有意见。眼看着风向一面倒向陈宇，市场部的刘经理突然站起来大声道：“我有意见！”所有人都看向他。刘经理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此刻涨红了脸，抖着嗓子道：“董事长，华东分部78个员工联名写了请愿书，如果林总监不做总经理，我们就集体辞职。”他从文件夹里掏出一沓纸扔在桌子上，上面密密麻麻的签名，直接把我爸看愣了。陈宇的眼神暗了暗，但很快又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刘经理，你别这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答应干爹的。莫哥，你快劝劝刘经理，公司可不能没有这些骨干。”我看着陈宇，第一次当着所有人的面撕破他的伪装。“你闭嘴！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你算什么？”我爸瞪圆了眼睛，怒吼道：“林默，怎么？我说错了？一个靠你的关系才混到本科文凭，连项目报告都要秘书代写的人，现在要管整个公司的核心业务。爸，你是要亲手把你创业30年的公司毁了吗？”我爸看着我，气得发抖，随手抄起手边的陶瓷茶杯就朝我砸过来。我没躲，杯子擦过，温热的液体顺着额角流下来，分不清是茶还是血。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陈宇见状惊叫一声，却是先抓起我爸的手大呼小叫：“干爹，你没事吧？手疼不疼？”仿佛我爸刚才扔出去的不是杯子，而是什么千斤重物，而我站在这里满头是血。我的亲生父亲却只顾着安慰陈宇，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莫哥，你流血了，我帮你叫医生。我后退一步，看着他，也看着我爸。原来心死是这种感觉，不是愤怒，不是痛苦，而是一片平静。我抽出 ID 卡扔在地上，转身就走。林默，你想干什么？我爸在我身后厉声喝道：“不干什么，就是突然想明白了。我野心太大，做事激进，确实不适合待在这么和谐的公司里。”我扭头看向陈宇：“这个总经理，你爱给谁给谁。”我抹了把额角的血，嗤笑一声：“从今天起，您就好好宠着您的干儿子，看他能不能把公司做到上市吧。”说完，我转身就走，只听见我爸在我身后无能狂怒：“林默，你敢走出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我没有回头，走廊里的员工纷纷避让，视线在看到我额角的血时，都瞪圆了眼睛，窃窃私语道：“听说林总监被董事长用杯子砸了，为什么？林总监业绩不是最好的吗？”陈宇空降总经理了，林总监不服呗？可那是亲儿子，亲儿子算什么？哪比得上陈宇会哄人？上次我加班，他还给我点奶茶呢。至于林总监，
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是董事，我也选陈宇。我瞥了他一眼，对上他鹌鹑一样缩起来的视线，忍不住冷笑一声。原来钻营献殷勤比实打实的业绩更重要。电梯门开了，我的女友许巍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我额头的伤，她愣住了。阿莫，你的头。哥，你走哪儿去啊？干爹说的是气话，你快回来跟他道个歉就没事了。许巍姐，你来了正好，快劝劝莫哥，他跟干爹吵起来了。许巍看看我，又看看陈宇，犹豫了一下，居然先对陈宇说：“小宇，怎么回事？董事长还好吗？”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只觉得自己心都碎了。许巍姐，我没事，就是莫哥生我的气，都怪我，要不是我，莫哥也不会跟干爹闹成这样。他说着，眼睛又红了，把我看得直犯恶心。你别哭，阿莫就是这个脾气，不是针对你。阿莫，你跟董事长吵什么？小宇还小，你就不能让他吗？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陌生。这个我交往了3年的女人，此刻站在这里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责备我没有让她。让？我重复这个字。许巍，我让的还不够多吗？我爸的生日，我让给他陪；我妈生病，我让给他照顾。现在连我熬了3年挣来的位置也要我让，是不是哪天我死了，我的葬礼也得让给他主持才算圆满？你胡说什么？小宇他什么？我打断他的话。他单纯，他善良，他无辜。我靠近一步贴近他，压低声音：许巍，你上周3晚上跟谁在一起吃饭？他的脸瞬间白了。上周3，她说约了闺蜜逛街，结果我加完班下楼一眼就看到她和陈宇一起坐在咖啡店靠窗的位置上，陈宇还伸手帮她擦掉嘴角的奶油。我当时站在马路对面，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没看错。阿莫，你听我解释。许巍慌乱的想拉我的手，却被我避开。电梯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我走进去按住关门键，把陈宇和许巍都关在门外。电梯下行，封闭的空间里，我靠在墙上，额角的血滴在西装上，只觉得无比疲惫。手机在震动，来电显示是我妈。我喉咙滚动一下，勉强扯起笑接起来。迎来的却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指责。我妈的声音又急又气：“小莫，你在哪儿？你爸说你摔门走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小雨刚才哭着给我打电话，说都是他的错。我爸为了护着陈宇，把我头用杯子砸出血了。”电话那边静了2秒，然后是拔高的音调：“你是不是又顶撞你爸了？他血压高你不知道吗？你就不能顺着他一次？小雨那孩子多可怜，从小没爹没妈，你就不能让他？看，连问都不问一句严不严重，疼不疼都不说，我的血都比不上陈宇的眼泪重要。”妈，我平静地问道：“如果今天流血的是陈宇，您会怎么说？”那怎么能一样？小雨身体弱，哪像你皮实。话说一半，他停住了，但已经够了。我知道了，以后就守着你身体弱的干儿子吧。亲儿子皮实，流血死了也没关系。小莫，妈不是那个意思。我挂了电话，直接关机。电梯到达1楼，大厅里人来人往。前台小妹看见我，惊呼了一声：“林总监，您的额头没事吧？”我摆了摆手：“我辞职了，以后不用叫总监了。”手机虽然关机了，但智能手表还在震动。我大学导师发来消息：“林墨，上次你说的那个项目，对方公司很感兴趣，想约你当面谈，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最后抬头看了一眼总裁办公室，回了2个字：“现在。”刚要走出公司大门，身后就传来急切的脚步声。林墨，站住！是我爸的声音，满是怒意。陈宇跟在他身侧，许巍也一起，3个人疾步穿过大堂，引来无数侧目。正前方旋转门处，我妈恰好匆匆走了进来，手里还拎着保温桶，显然是得了消息急忙赶来的。4人在大厅中央将我堵住，形成一个让人窒息的包围圈。我妈最先看到我额上的伤，眼神一颤：“林墨，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再也别回来，就当我们没生过你这个儿子。”让他滚！真以为公司离了他就不赚了？你走了正好，小雨更能放开手脚。我看着他们几个，突然笑了。在他们错愕的眼神里，我平静道：“好，我祝林氏前程似锦，以后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我转身离开公司大楼，额头的伤口在冷风中隐隐作痛，但比起心里的寒，这点痛根本不算什么。打车回到公寓，我开始收拾行李。这间房子是我用自己赚的钱租的，3年来没要过家里1分钱。现在想来，只觉得有点可笑。手机开机，未接来电99加，微信消息爆满。我粗略扫了一眼，爸妈的指责，陈宇假惺惺的道歉，许巍的辩解，还有几个亲戚所谓的劝和。最可笑的是二舅发来的语音：“小莫啊，不是就说你爸那公司将来不都是你的吗？现在让陈宇做个总经理怎么了？他还能把公司搬走不成？这样闹得让你爸妈多伤心。”我冷笑回了一句语音：“二舅原来这么看得开，那之前还为了争个破房子打得头破血流。”拉黑删除，收拾行李只用了2个小时。我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拎着行李箱出门时，我看着这间住了3年的房子，竟然没有一点留恋。刚下楼，我就看见许巍的车停在门口，他靠在车门上，眼睛红肿，显然刚刚哭过。阿莫，我们谈谈。没什么好谈的。我和陈宇真的没什么，那天就是普通朋友吃个饭，他跟我说他压力大，怕做不好总经理，让我帮忙劝劝你。许巍，我打断他：“我们分手吧。”就因为这个，就因为我跟陈宇吃了顿饭。不，我看着他，是因为我头被砸破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关心陈宇有没有被吓到，是因为3年以来，你从来没站在我这边过。林墨，我拖起行李箱要走，他突然尖声道：“林墨，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离开林家你算什么？没有你爸，你什么都不是。”那我们拭目以待。我搬进了一家酒店式公寓，用积蓄付了3个月房租。导师介绍的项目很快有了进展，一家跨国科技公司看中了我大学时期研发的算法模型，想要购买专利并进行深度合作。谈判很顺利，对方开价800万买断，我没有同意，而是选择了技术入股加分成。负责谈判的王总很惊讶：“年轻人，
买断可是一笔到手的巨款，分成有风险。我相信我的技术值更多。签约那天，我账户里先到账了200万预付金。我给华东分部那些要跟着我辞职的员工发了消息，愿意跟我创业的，下周一面试，薪资比现在高30%，20个员工来了10几个。总监，刘经理红着眼睛说：“我们信你。”新公司租下了 CBD 的一层办公楼，装修期间，我在临时办公点面试、谈项目、组建团队，每天只睡4、5个小时，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充实。这期间，家里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耳朵里。陈宇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换掉了财务总监，安插了自己的表姐。第二件事是取消了华东分部的季度奖金，理由是要控制成本。我爸在董事会上力排众议支持他，把几个元老气得直接当场离席。中间我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接，她发来长短信，中心思想还是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小雨已经知道错了，你回来跟你爸道个歉。我回了一句，等我死了，你们让陈宇给我道歉就行。然后拉黑了他的号码。3个月后，我成立的墨尘科技正式开业。我大学时候的导师和几位业内大佬都来捧场。剪彩仪式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张副总，也是我爸公司的2把手。林总，我是来投诚的。张叔，别逗我了，你在我爸公司干了20年，可是元老级别的任务。元老？他自嘲地笑了笑。陈宇上周把我的人全换了，说我年纪大了该退休了。你爸林董事长同意了。我沉默了。张副总是我爸刚创业的时候就跟着的兄弟，当年公司差点倒闭的时候，是他抵押了房子帮我爸渡过难关。张叔要是愿意来，副总裁的位置给你留着。他眼睛亮了。真的？我从不开玩笑。张副总加入的消息传开后，我爸公司又有几个中层管理找了过来，我都收了，按能力给职位，团队迅速扩张到100多人。第一个项目就是跟我爸公司竞标政府的智慧城市项目。招标会上看到我带着团队出现，我爸和陈宇都愣住了。陈宇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件，额头上都是冷汗，看见我，他眼里闪过一丝阴郁，勉强笑了笑。莫哥，你也来竞标啊？我没理他，径直走到前排坐下。招标陈述环节，陈宇上台，照着 PPT 念得磕磕巴巴，直接出局。轮到我的时候，我脱稿讲了20分钟，结果毫无悬念的中了标。散会后，我爸在走廊拦住我，脸色铁青：“你非要跟我作对是不是？商业竞争而已，林董事长不会玩不起。你知道这个项目对公司多重要吗？今年业绩就靠它了。”我看向不远处夹卵缩蛋的陈宇，那您该问问您的总经理，为什么准备的这么差？还是说，您觉得只要会陪打高尔夫，会哄人开心，就能做好项目？我爸被我噎得说不出话。干爹，我都是有理由的，昨天准备的太晚了，准备到很晚还做成这样。陈宇，你不是号称美国留学回来的吗？怎么连个技术方案都讲不明白？周围还没走的人纷纷看过来，窃窃私语。陈宇脸瞬间涨得通红，眼里闪过一丝怨毒，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跟着我爸气哼哼的走了。中标之后，有投资机构找上门来，这轮融资谈得很顺利，公司估值直接翻了3倍。我买了套大平层，把爷爷奶奶接了过来。知道我跟我爸闹翻的事之后，爷爷用拐杖敲着地板骂：“那个混账东西，亲儿子不要，去宠个外人。”奶奶抹着眼泪：“小莫，苦了你了。”我笑笑：“不苦，现在很好。”确实很好，公司走上正轨，团队凝聚力强，项目一个接一个。我甚至开始接触海外市场，跟之前在美国积累的人脉重新联系上。反观我爸的公司，情况越来越糟。陈宇为了证明自己，盲目扩张，投资了2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区块链和元宇宙。短短半年，烧掉了1个多亿，项目却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公司财报难看的可怕。董事会上，几个股东终于忍不住了：“林董，再这样下去，公司要被拖垮了。陈宇根本不懂经营，你不能再护着他了。小雨还年轻，需要时间。你们当年不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可没烧掉1个亿，连个响都听不见。老林，你再这样，我要撤资了。”会议不欢而散。听到这个消息的第2天，二舅突然一脸谄媚的提着水果礼盒来找我：“小莫啊，你看你现在发展的多好，真给你爸妈长脸。那个，二舅有点事想求你。”“什么事？”“就是你表弟，大学毕业半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你看能不能安排进你公司，随便什么职位都行。”我想起当初他说陈宇比我强的嘴脸，笑了笑：“二舅，我记得您说过，陈宇做总经理比我好，让表弟去他手底下吧。”他的脸一下子僵了。我站起身：“我这庙小，容不下表弟这尊大佛，您请回吧。”陈宇捅了个大篓子。他在一次酒局上，为了炫耀，把公司正在研发的新产品核心技术透露给了竞争对手，对方抢先一步注册专利，反过来告我爸公司侵权，索赔金额2个亿。消息传出来那天，我爸公司股价暴跌，几个大股东联合逼宫，要求我爸立刻罢免陈宇，并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我爸还在硬撑，说陈宇不是故意的，是被人套话了。直到对方公司把录音放出来，别人想模仿门儿都没有。我告诉你们啊，关键就在于那个算法。录音在业内传疯了，陈宇成了笑话，连带着我爸也被人嘲笑眼下。那天晚上，我妈终于绷不住了，跑到我公司楼下堵我。3个月不见，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眼眶深陷。我让助理带她到会议室，给她倒了杯水。看见我，她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小莫，妈错了。小莫，你帮帮你爸爸，公司要垮了，你爸气得住院了，陈宇那个白眼狼跑了，妈求你了，现在只有你能救公司。我看着她的眼泪，心里一片平静。妈，当初我爸用杯子砸我头的时候，您说我皮实，留学死了也没关系，现在怎么想起来找我了？妈，那是气话。她愣住了，可我当真了。您请回吧，我要开会了。小莫，
妈给你跪下了行不行？那是你爸一辈子的心血呀！妈求你了！几个员工探头看过来，我摇了摇头，对助理说：“送他出去。”我妈被搀起来时，眼神空洞。报应，都是报应啊！我爸公司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银行催债，供应商堵门，员工讨薪。曾经风光一时的林氏集团，短短1年时间就垮了。我爸真的病了，心脏病发作，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我妈则是把房子卖了还债，搬进了老旧小区。这些消息都是爷爷奶奶告诉我的。2位老人一边骂我爸活该，一边又偷偷抹眼泪。爷爷叹气：“小莫，那毕竟是你爸，你要不去看看？”我去了医院，单人病房里，我爸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瘦得脱了形。看见我，他眼睛动了动，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我妈在旁边削苹果，看见我，手里的水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颤声道：“小莫，小莫。”我没带花，也没带水果，只拉过椅子坐下，平静地看着我爸。医生说你不能再受刺激了，所以我就说几句，你听着就行。他闭上眼睛。陈宇卷了公司最后300万跑路了，现在人在国外，你找不到他。二舅上个月来求我给他儿子安排工作，我没答应。你那些所谓的兄弟，现在没一个接你电话。你总说我不懂人情世故，只会埋头干活，现在你看懂了吗？人情冷暖，不过如此。我爸的呼吸急促起来，监测仪发出警报。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今天来是告诉你2件事。第一，你公司的债务我帮你还了，不是因为我原谅你了，是因为我不想让爷爷奶奶晚年还要被人指指点点。他睁开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第二，从今往后咱们两清，你养我长大，我给你养老，其他的没了。走出病房时，我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不知道是我妈的还是我爸的。又过了半年，墨尘科技成功上市，市值突破50亿。敲钟那天，我站在交易所大厅，闪光灯此起彼伏。记者问：“林总，您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想证明一些事。”证明什么？证明有些东西不是靠钻营讨好就能得到的，证明脚踏实地做事的人不该被辜负。报道出来后，业内很多人转发。我爸曾经的合作伙伴李叔叔给我打电话，感慨道：“小莫，你爸要是早看清这一点，也不至于换成今天这样。”我笑了笑，没接话。现在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微妙，每个月我会打一笔足够他们生活的生活费，逢年过节会让助理送点礼品，但见面很少。他们试过修复关系，我妈学做了我爱吃的菜送来公司，我爸托人给我带他收藏的字画，我都收了，客气的说谢谢，然后就没有然后。爷爷奶奶看不过去，劝我到底是一家人，是一家人，所以我会养他们老，但其他的给不了了。心被伤透了，就是伤透了，再怎么弥补，裂痕永远在那里。年底公司年会，我喝的有点多。助理送我回家时，在小区门口看见了2个人，我爸和我妈提着保温桶，在寒风里站着。看见我，他们局促地走过来。我爸的头发全白了，背也佝偻了。我妈眼睛不好，眯着眼才能看清我。小莫，我妈小声说：“妈炖了汤，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我沉默了几秒，接过保温桶。谢谢。天冷，你们回去吧。我爸张了张嘴：“你应酬的时候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我点点头，转身要走。小莫，妈真的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再叫我一声妈？夜风很冷，吹得人脸颊生疼。我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卑微讨好的样子，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考了第1名的时候，他们摸着我的头说我儿子真棒。我生病发烧，他们整夜守着。我出国前，我妈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掉眼泪。那些温暖的画面，原来真的存在过。回去吧，汤我会喝的。上车后，助理小声说道：“林总，您父母还挺关心您的。”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夜景，心里想着，有些关心来得太迟，就没有意义了。车驶入夜色，保温桶放在座位上，还带着温度，但我心里那块冰已经化不开了。也许这就是血缘最残酷的地方，断不了，也暖不热，只能这样不冷不热的维系着，直到时间把一切恩怨都冲淡。而在此之前，我们都得学会带着伤痕继续往前走。又3年过去了，墨尘科技已成为行业巨头，我的身家早已超过父亲鼎盛时期，但财富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串数字。真正让我感到平静的是，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父亲的身体是好是坏，几次病危住院我都去了，但只是站在病房外，让助理进去处理医药费。小莫，你进来看看他吧。他需要的是医生，不是我。他们搬进了我买的一套小公寓，每月有足够的生活费，物质上并不匮乏，但精神上的荒芜是金钱无法填补的。去年春节我去看他们，桌上摆了一桌菜，都是我爱吃的。父亲颤巍巍地想给我夹菜，筷子却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却差点摔倒。我扶住他，触手全是骨头。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小莫，爸对不起你。我没说话，只是帮他重新做好。母亲在旁边抹眼泪。你爸现在整天就抱着相册看你小时候的照片，说要是能重来就好了。人生没有重来。我平静道：“吃饭吧。”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离开的时候，母亲追到门口，塞给我一条手织的围巾。天冷，带着。针脚歪歪扭扭，她眼睛不好，能看出来织得很吃力。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上车后，我把围巾放在副驾上，司机小声说：“林总，您父母其实挺可怜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看着窗外，
走吧。陈宇的下场，我是从私家侦探那里知道的。他卷走的300万，在国外不到半年就挥霍一空，尝试做生意，结果全赔了。后来还染上毒瘾，欠了高利贷，被打断了一条腿。去年他想偷溜回国，却在机场直接被警方带走，判了7年。开庭那天，父亲去了。陈宇在被告席上看见他，哭喊着干爹救我，父亲却坐着一动没动，直到庭审结束才离开。母亲告诉我，父亲回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出来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分不清谁亲谁疏。可惜他明白的太晚。许巍嫁了个富二代，婚礼很盛大，但不到1年就离了，对方家暴还出轨。他分到一笔钱，开了家小店，生意清淡。有次在商场遇见他，牵着一个3、4岁的小女孩，看见我下意识想躲。孩子很可爱。林墨，对不起，都过去了，我确实已经不在意了。祝你幸福。离开的时候，我听见他对女儿说：宝宝以后要撒亮眼睛看人，别像妈妈一样。命运有的时候真是个轮回。今年清明，我和父母一起去给爷爷奶奶扫墓，2位老人是前后脚走的，相差不到半年，走的时候都很安详。爷爷最后一句话是：小莫，别恨了。目前，父亲颤巍巍地摆上贡品，突然跪了下来：爸妈，儿子不孝，我把好好的家弄散了，我把自己的亲儿子弄丢了。母亲在旁边扶着他，也泪流满面。我没跪，只是静静站着。风吹过松林，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叹息。下山的时候，父亲走得很慢，我放慢脚步等他。他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扶爸一把？我伸出手臂，他枯瘦的手抓住我的胳膊，很用力，像抓住救命稻草。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里那块冰好像裂开了一道缝，不是原谅，也不是和解，只是算了，都算了。走到停车场，我打开车门，父亲突然说：小莫，公司上市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很棒，比爸强。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上车后，我从后视镜看到他们还站在原地，互相搀扶着，身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林总，回公司还是回家？回家吧。车驶向繁华的市区，霓虹渐次亮起。那些恨过的人、爱过的人、辜负过的人，最终都成了生命里的过客。而我要做的，就是继续往前走。毕竟天总要亮的。墨尘科技上市3周年庆典前夕，我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挂号信，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4个略显局促的钢笔字：林墨亲戚。拆开后，里面是一叠发黄的旧图纸，那是林氏集团最早的一款专利设计。在图纸的背面，父亲用颤抖的笔迹写了一行字：原本是想在你30岁生日那天送给你的，那是你爷爷留下的基业，我没守住。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秘书敲门提醒我会议时间到了。我顺手将图纸压在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像压住一段沉重且无法言说的往事。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最合适的交付时机，再拿出来，便只剩下了荒凉的唏嘘。原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波澜不惊地走下去，直到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陈宇出狱了，准确地说，是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加上身体残疾，申请了保外就医。这个消息是张副总告诉我的。他现在虽然在我的公司挂着顾问的名衔，但依旧保持着对行业内甚至是一些灰色地带消息的敏锐。林总，他回了老家，但没待住。听人说最近在咱们公司楼下徘徊过。他那种人像毒蛇，哪怕没了牙，也得防着他喷射毒液。我坐在落地窗前，看着脚下车水马龙的 CBD。随他去吧，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废人，还能掀起什么浪花？我低估了穷途末路这4个字的杀伤力。3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刚从地下车库取车，准备去接一个合伙人吃晚饭，一个佝偻的身影突然从承重柱后面扑了出来，重重地撞在我的车头上，砰的一声闷响。我皱着眉下车，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男人倒在地上，他的右腿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扭曲，手里死死抓着一根沾满泥垢的拐杖。那是陈宇，曾经那个总是穿着高定西装，对着我爸妈甜言蜜语的干儿子。他抬头看向我，眼里的怨毒被一种极度的恐惧所取代。莫哥，救救我！那些债主，他们要我的命！你找错人了。我冷淡地绕开他。你应该去找你的干爹，或者去找那些曾经陪你打高尔夫的哥们。陈宇突然疯了一样想抓住我的裤脚。他们都死了，或者都躲着我！我退后一步避开他的手，他趴在地上，指甲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林墨，你现在有几百亿的身家，随手漏一点就够我活命。你别忘了，你爸妈现在住的公寓还是我当初帮着挑的。这种逻辑简直荒谬的令人发笑。陈宇，3年前你卷走林家最后300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住哪儿？你把公司的核心算法卖给竞争对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是林氏集团几千名员工的饭碗？他哆嗦着，嘴唇青紫，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就在这时，一辆熟悉的老式捷达车开进了车库，车门打开，是我爸妈，他们今天刚好来接我下班，说是做了我最爱吃的糯米排骨。场面瞬间凝固，我妈手里拎着的保温袋啪嗒掉在地上，她看着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的陈宇，又看向站在一旁冷漠如冰的我，脸色惨白。小雨，我妈的声音在颤抖，带着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恐惧。毕竟这个男人曾亲手毁掉了他半辈子的安稳。我爸则是拄着拐杖，一步步挪过来，他看着陈宇，眼底没有心疼，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透了宿命的悲凉。我爸的声音沙哑，透着寒气。你还有脸回来？干爹，干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们救救我！林墨他要逼死我，他见死不救啊！那一刻，我站在阴影里看着我爸，我想，如果他像当年在会议室里那样，再次为了这个干儿子对我横加指责，那么我们之间那点微弱的靠生活费维系的血缘纽带会彻底崩断。然而，我爸只是沉默地站着，直到陈宇的手快要碰到他的鞋，他慢慢抬起脚，往后退了一步。我爸低头看着他，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当初小莫流血的时候，我没护着他，是我瞎了眼。现在你流脓流血，是你的报应。我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只想做一个父亲该做的事。他转向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迟来的沉重的愧疚。小莫，
报警吧，该赔偿的赔偿，该处理的处理，别让他脏了你的手。我爸伸出那只布满老人斑、微微颤抖的手，牵住了我的衣袖，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又像是一个终于认清了归途的老兵。警察带走陈宇的时候，他还在疯狂地咒骂，骂林家无情，骂我不孝。我妈蹲在地上，默默地捡起那个保温袋，眼泪一滴滴砸在袋子上。汤还没冷，她小声说：“回家吧，儿子。”那天晚上的饭局气氛依旧沉重，却多了几分从未有过的通透。我爸喝了一小杯白酒，那是医生严令禁止的，但我没拦着。小莫，你记不记得你6岁那年，我带你去爬山，你爬不动了，我非让你自己走，说男人不能认怂。你妈在后边哭，说我不心疼儿子。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是得意的，我觉得我儿子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后来生意做大了，人就飘了，总觉得亲儿子是自己人，怎么折腾都跑不了。外人得哄着宠着，才显得我林建国大度讲义气。结果我把最疼我的人亲手推到了悬崖边。这3年，我每天闭上眼，都是你在会议室里额头流血的样子。那杯子其实是砸在了我自己的心口上，只是我当时太狂了，没感觉到疼。我剥开一只虾，放在他碗里。都过去了，爸。那是3年来我第一次开口叫他爸。他愣住了，筷子悬在半空中，半晌，眼泪决堤而出。那个我记忆中坚韧强大的父亲，此刻泣不成声。墨城科技上市3周年的庆典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举行，我没有请任何商业大佬站台，而是把当年的华东分部的老员工张副总以及我的父母都请到了现场。在致辞的最后，我提到了一件事。很多人问我，裂痕真的能愈合吗？台下鸦雀无声。我看向坐在头排，满头银发却坐得笔直的父母。其实，裂痕永远都在，但正因为有了这些裂痕，光才能照得进来。我们不再追求那份虚假的完美，而是学会在伤痕累累的土地上重新种出花来。庆典结束后的深夜，我开车带父母回他们的公寓。路过那条熟悉的老街时，我妈突然指着路边的一家面馆说：“小莫，她嘴角勾起一抹笑。你小时候最爱吃这家的葱油拌面，居然还在开着。”我停下车，那是一家很破旧的店，灯光昏暗。我们3个人并排坐在油腻腻的长凳上，每人点了一碗面。我爸动作迟缓地搅拌着面条，我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加煎蛋，热气腾腾的白烟升腾起来，模糊了我们的面孔。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依然无法完全释怀那3年的冷暴力和放逐，我也无法忘记陈宇挑衅的眼神和许巍离去的背影。但我接受了父母的不完美，接受了命运的残酷转折，也接受了自己内心那抹永远无法抹去的凉意。半个月后，我收到法院的通知，陈宇因为涉及多起诈骗和敲诈勒索，被取消保外就医，重新收监。他在狱中给我写了一封信，求我放过他。我把信投进了碎纸机。至于许巍，听说他的那家小店关门了，他带着女儿去了南方的一个小城市生活。临走前，他托人给我送来了一本相册，里面全是大学时期我们的合影。我翻了几页，最后把他和那叠发黄的旧图纸锁在了一起。那是属于林墨的过去，那是裂痕产生的起点，也是一切成长的终点。初春的早晨，阳光很好，我推开办公室的窗户，呼吸着带着青草香气的空气。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是前台的声音：“林总，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说给您送亲手包的饺子，没带预约，您看。”让他们上来，直接进我办公室。我走向电梯，看着电梯门倒映出的自己，不再是那个满头鲜血、孤独离开的林总监，也不是那个眼神阴冷、步步为营的创业者。我只是林墨，一个带着伤痕却步履坚定的赶路人。身后是那些终不愈合的裂痕，身前是万丈光芒。人生这条路，走错一次没关系，分清谁亲谁疏，永远不晚。墨城科技的版图还在扩张，但我的生活节奏却慢了下来。我开始习惯在处理完数十亿的并购案后，准时出现在父母那间并不奢华的小公寓里，喝一碗火候正好的老火靓汤。这种平静之下，其实依然潜伏着旧时代的余震。那是初夏的一个午后，张副总，不，现在应该叫张顾问，神色复杂地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林总，林氏集团当年的那几个老股东联名找上门了，带头的是王董和李董，就是当年陈宇在位时叫嚣着要撤资最凶的那几位。我靠在真皮转椅上，指尖轻轻摩挲着办公桌的边缘。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听说你帮林老还清了所有个人债务，觉得你对林氏集团还有旧情。现在林氏的破产清算还没彻底结束，那几块被抵押的核心地皮因为城市规划变供，价值翻了倍。他们想求你出手重组林氏，带他们再吃一口肉。我看着落地窗外繁华的街景，心中毫无波澜。这些人在林氏大厦将倾时推了一把，在陈宇挥霍无度时冷眼旁观，如今看到利润的火星，又想借我的风重新燃起来。告诉他们，林氏集团已经死在了3年前的那个会议室了。我头也不回地说道。现在的林墨只属于墨尘。然而我低估了这些山海老狐狸的纠缠能力，他们见不到我，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我父亲头上。周六傍晚，我刚走进家门，就看到客厅里坐着几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父亲局促地坐在沙发一角，母亲则在一旁不停地倒茶，神色间带着久违的慌乱。小莫回来了。王董猛地站起来，脸上堆满了褶皱的笑容，和当年他在会议室里对着陈宇大谈为人谦和时如出一辙。林总真是年轻有为，咱们这些老家伙当年就看好你，只是碍于老林的性子，不好多说啊。李董也跟着附和，全然忘了当初是谁在董事会上拍着桌子说我独断专行。我爸看着我，嘴唇嗫嚅着。小莫，他们说林氏还有救，说那地皮能让公司起死回生。他眼神里闪过一丝希冀，我知道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哪怕只是一具枯骨，他也渴望看到他重新站起来。我没有发火，只是平静地坐下，接过母亲递来的茶。王董，
李董，3年前林默额头流血的时候，你们在喝茶；2年前林氏破产清算的时候，你们在套现；1年前我爸住院做手术的时候，你们在拉黑他的电话。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现在地皮升值了，你们想起我是林家的亲儿子了，想要重组。我放下茶杯，可以，按照现在的市价，把当年你们低价套现损害公司利益的账比齐。张顾问那里有审计报告，差1分钱，咱们法庭见。几个人面色铁青，面面相觑，他们只想捞好处，哪肯吐出已经吞下去的肉。老林，你看看你儿子，这哪里是谈生意的态度？我爸沉默良久，突然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把手里的拐杖重重地往地上一拄。我儿子说的对，3年前我分不清亲疏，害了儿子。他直视着那些曾经的老兄弟。今天我分得清黑白，你们走吧，以后别再来了。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的背脊挺得极直，这是3年来他第一次真正站在我身前，为我挡住了那些阴暗的算计。送走那群人后，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母亲坐在沙发上小声抽泣，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当初咱们难成那样，没一个人伸手。父亲瘫坐在椅子上，像是脱了力，他看着我，眼眶微红。小莫，爸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我摇摇头，走过去帮他揉了揉肩膀。不算麻烦，只是看清了一些东西。其实这也是我想给父亲上的最后一课。林氏集团的倒塌不仅仅是因为一个陈宇，更是因为那根已经从内部腐烂掉的基石。如果不彻底割舍，那些吸血鬼会永远缠着林家不放。半个月后，那块被无数人觊觎的地皮进入了公开司法拍卖程序。许多人以为我会利用墨尘科技的雄厚财力将其收入囊中，以此作为对父亲的补偿，但我没有。我让张顾问出面联系了一家专注于公益事业的绿色基金会，协助他们以合理的价格拍下了那块地。那里未来不会有奢华的写字楼，而是一座公益性质的青少年创业园和社区体育公园。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沉默了很久。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书房，从抽屉里翻出一枚有些生锈的印章，那是林氏集团成立第1天他刻下的公章。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再拿出来了。他把印章放在掌心，递给我。小莫，你说的对，光照进来了，就不该再留着那些旧影子。我接过那枚印章，感受着它冰凉的质感，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象征着我们之间最后一点关于权力的芥蒂。烟消云散，职场上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止，但家庭里的裂痕却在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方式愈合。虽然伤痕依旧清晰可见。秋末，我带父母去了一次他们年轻时下放过的农村，那里没有 CBD 的尔虞我诈，只有连绵的麦田和金色的落日。我们在田埂上散步，父亲的腿脚比以前利索了些，他指着远处的一棵老槐树，兴奋地跟母亲讲着当年的往事。那时候啊，我也像小莫这么倔，非要自己开荒。他笑着，眼神里不再有那种卑微的讨好，而是恢复了几分属于长者的淡然。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在失去林氏集团后，才真正找回了林建国这个人的本身。我拿手机拍下了这一幕。与此同时，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推送，那是关于南方某城市的一则社会新闻，提到一家倒闭的小店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了关注。新闻图片里有一个模糊的女性背影，拉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我没有点开那则新闻，而是直接选择了清空缓存。有些过去，就像那些被我锁进抽屉的相册和图纸，它们存在，但不再具有干扰未来的力量。墨尘科技成立5周年的那天，公司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内部分享会。我没有站在高台上挥斥方遒，而是坐在台下，看着刘经理，不，现在是刘副总，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述着华东分部当年的逆袭。台下的员工很年轻，他们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会议结束时，前台告诉我，林先生，刚刚有位老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是一个泛旧的木质食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3碗葱油拌面，面条还没完全坨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坐在办公室里，一根一根地吃着面，面条的味道很正，像极了小时候父亲还没变成林董事长，我还没变成林总监之前的那个味道。我想起爷爷走之前的那句话，小莫，别恨了，累。此时此刻，我确实不累了，裂痕依旧在，但它已经不再漏风，而是成了岁月的纹路。我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公司未来的新愿景：不负耕耘，不欺本心。这不仅仅是对公司的期许，也是我林默对这前半生所有含义与温暖的最终交代。深秋的寒意渐浓，墨尘科技的顶层办公室里，暖气烧得极足。我坐在办公桌后，翻阅着最新1季度的研发报表。桌角那个木质食盒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安静地收在柜子里。自从那晚吃过那3碗葱油拌面后，我和父母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规律且富有烟火气。父亲不再试图干涉公司的任何决策，而是迷上了在阳台上捣鼓无土栽培。母亲则成了社区志愿者，每天忙着给孤寡老人排忧解难。然而，这种平静在周3的下午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电话是张顾问打来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多年未见的凝重。林总，林老当年的那个老管家何叔回国了。我握着钢笔的手微微一顿。何叔，那是爷爷创业时期的老伙计，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被父亲送去国外疗养，已经快10年没见了。他手里攥着一份当年的内部股权代持协议。他说那是老董事长走之前特意嘱咐他一定要亲手交给林家继承人的。我心里猛地沉了一下。如今的林氏集团早已破产清算，那些旧时代的纸张按理说早已成了废纸，但股权代持这4个字，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下，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变数。见面约在了一间静谧的茶室。何叔已是耄耋之年，头发落得稀疏，眼神却依旧清明。父亲也来了，他坐在我对面，手指局促地搅在一起，显得有些坐立难安。何叔颤巍巍地从贴身的暗兜里掏出一叠用红布包裹的文件，摊开在茶几上。建国啊，当年老董事长走的时候就知道你性子傲，怕你把家底败光，
所以特意留了一手。我拿过文件，扫过上面的条款，那是一份极为老辣的架构设计。只要专利还在产生收益，这20%的分红就会一直滚存进一个信托账户。这笔钱原本是留给林默成亲或者继承大业时用的。何叔转头看向我，但协议里有一个触发条款，如果林氏集团遭遇破产清算，且是因为人为决策性重大失误导致的，这笔资产将自动转入信托，受贷人拥有绝对处置权。我爸的脸色瞬间变得比茶杯里的浮液还要青。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作为创始人的掌控欲，却没发现爷爷在临终前早已看穿了他的鲁莽。我爸嗓音沙哑的开口：“那现在这笔钱，根据账目，这10年累计的分红和增值大约有2个亿，但这笔钱的提取需要一个前提，必须由林家的继承人亲手签下一份决策豁免书，承认当年林氏集团的倒罢是因为决策者的过失，而非外部不可抗力。”茶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这份协议像是一把迟到了10年的软刀子，直直地插进我爸那仅剩的一点尊严里。承认过失，意味着他要亲口在法律文件上承认，是他亲手毁了爷爷的基业。这钱我们不要了。我爸突然猛地站起身，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老林，何叔急了，这是老董事长的一片苦心，有了这2亿，你们老两口能过上最好的日子，甚至能帮着小莫的墨尘科技再上一个台阶。我说了，我不要！我爸倔强地拄着拐杖，眼眶通红。3年前我承认过一次，我已经把脸丢光了，现在还要我为了钱再去白纸黑字的签这种认罪书？小莫现在有出息，不需要这点钱。我看着父亲那挺得笔直却又显得脆弱的背影，心里泛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这就是林建国，哪怕在泥潭里打滚的时候，他也守着那点扭曲的傲骨。我缓缓站起来，走到他身边。爸，爷爷留下这笔钱不是为了羞辱你，他扭过头，不敢看我的眼睛。他是为了给林家留一条退路。我把那份协议拿起来，当着何叔的面刺啦一声撕成了2半。这笔钱既然爷爷当年是留给我的，那我现在就以受托人的身份行使权利。我不会签什么决策豁免书，那段历史该流血的流过了，该还债的还清了，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来定性。至于那2个亿，既然它源于林氏的核心算法，那就让它回到算法该去的地方。何叔，麻烦您协助张顾问把这笔钱全部转入墨尘科设立的青年科研孵化基金，它不再属于某个人，它属于每一个脚踏实地做技术的人。何叔点点头，眼里露出欣慰的光。走出茶室的时候，深秋的夕阳金灿灿地铺在石阶上。父亲走得很慢，他几次想拉我的手，却又缩了回去。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如释重负的颤抖：“小莫，那可是2个亿，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疼？”我扶住他的胳膊，感受着那触手可及的枯瘦。爸，钱是数字，但这道裂痕如果再被这种协议撕开一次，咱们这3年的面就白吃了。他愣在原地许久，伸出那只布满老人斑的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手背。好，比我有出息，真的比我有出息。这股旧时代的余震至此才算是彻底平息。半个月后，公司举办了基金会的启动仪式，没有剪彩，没有铺张的宴席，我只是请了一批还在创业初期，为了研发费用发愁的年轻人，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员工餐。坐在席位上，我看着那些充满朝气的脸庞，仿佛看到了3年前那个在华东分部通宵达旦，为了一个代码磨到天亮的自己。就在这时，刘副总凑过来，低声说：“林总，刚才收到个消息，当年跟着王董、李董在那儿闹重组的那几个小公司，因为涉嫌违规操作，现在全被查封了。他们现在又想托关系找您。”我放下筷子，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以后这种消息，实在不用告诉我。有些东西死在那个下午，就永远不需要再活过来。入冬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我接父母去了我的新居，那是城郊的一处独栋。我特意给父亲留了一间巨大的阳光房，让他继续折腾那些无土栽培。父亲那天显得特别高兴，围着我妈亲手织的那条歪歪扭扭的围巾，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指着被雪覆盖的土坡说：“等明年开春，我要在这里种上一片凌霄花。”老头子，你懂不懂啊？这里光照不够。母亲在后边笑他：“不懂可以学嘛。咱们林家人什么时候怕过从头再来？”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这一幕，心里那块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冰冷坚硬的部分，似乎彻底消融了。我依然记得3年前额头流血的冰冷，记得那些背叛与放逐，也记得那些深夜里独自咽下的委屈。但我不再试图去抹去它们，正如我在致辞里写下的那样，不负耕耘，不欺本心。晚上，母亲做了一桌子家常菜，父亲喝了点小酒，红着脸给我讲他当年的糗事。小莫，吃饺子。母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推到我面前，以后不管多忙，都要记得回家。我夹起一个饺子，吹了吹热气，窗外大雪纷飞，掩盖了旧时代的残垣断壁。而在这屋檐之下，虽然裂痕依旧清晰，但光已经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透亮。人生这条路，分清亲疏是开始，而学会带着伤痕拥抱当下，才是最终的交代。我咽下那口带着麦香的饺子，看着父母那已经不再年轻却充满安详的面孔，轻声回了一句：“好。”这一刻，万丈光芒